许多人对新系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里的美味清酒与世界顶级的米，还有大家最爱造访的东京近郊滑雪胜地越后汤泽，这些元素让新系在大家的心中有着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大多数人熟知的特色，其实很多都集中在新系的鱼沼地区。令人惊喜的是，鱼沼除了清酒、米还有滑雪以外，还是一个绝佳的赏枫地点哦。在这里不仅有能与黑布水坝齐名的壮丽水坝，还藏着时代剧般场景的古老街道。旅途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有趣的小店、无人商店，当然也造访了大家熟知的越后汤泽车站。因为这次是自驾旅行的关系，我们得以探索许多一般搭车无法到达的地方。希望这次的分享能为曾经造访过鱼沼或者是越后汤泽的朋友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哦。这里是鱼沼之里，这个地方很特别，所有鱼沼的特色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呈现。它其实是一个聚落，然后这个聚落里面呢，有很多的店家，每一家店卖不同的东西。在这里一次就可以看到旁边的周围环境啊，还有人文，然后跟这边盛产的一些农特产品等等。那还有，当然关于这附近呢，就是它非常的好山好水，所以才可以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很多就是米跟酒这样之类的酿造的产品。这个很厉害，因为他们就是把整个鱼沼这边的特色，然后盖在一个森林公园里面，所以你来这边游玩也觉得很棒。我好喜欢，希望台湾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基本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每一栋房子，它都是一个店家。那它有餐厅啊，然后也有和果子、喝茶的地方，然后也有卖伴手礼的店。漂亮，好舒适哦！我觉得很容易会让人家迫使你消费，很想消费。这边找了一家卖饭团、卖米的店，它叫做 Nigiri Meshi。那 Nigiri 呢，其实就是饭团的意思。那月光米其实在日本到处都有，但是鱼沼这边的月光米呢是最高级的。我们赶快来吃吃看。那个米粒好 Q 好饱满，基本上在这边米粒就是主角，里面的配料呢，它好像就是配料。那这颗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一般的饭团它都是用海苔去包裹，但是这一颗呢，它是用昆布去包裹，那里面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昆布。好吃耶！这个米粒有够饱满到不行哎，我第一次吃到这么饱满的米粒。这个买一颗不够，然后我们阿嬷说呢，她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米，所以说啊，就是你吃过这多的米，但是没吃过这好吃的米。这里是八海山雪室，主要在这里呢，就是它有一个冰雪的储藏库。这里的人在冬天的时候，他会用雪来当做冰箱来储藏酒啊，或者是蔬菜。那这个雪室里面呢，它有1000吨的雪哦。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可以购买这个500元的参加券。它就是可以参观雪室，然后加上你可以试饮一些酒，然后还有这边呢，八海山是这边很有名的一个清酒大吟酿。我们刚刚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弄丢了我的包包，还好拿回来了。那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呢，我们只买到了1张票。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八海山纯米大吟酿，我们好像有在一些台湾的居酒屋看到这个酒，蛮有名的。
这个地方叫做雪温库，其实就是个冰箱。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些产品在卖，比如说有 cheese 啊什么，可能是比较适合低温保存的东西。就才一个人去啦，因为只买到1张票而已。走完整个导览呢，它这个导览呢需时大概是15分钟，那全程是用日文导览。那听不懂怎么办？没关系，因为它墙上其实都有很多的资讯，我们用手机拍照下来，然后翻译的话，你就可以看懂整个导览它大概要呈现的东西是什么。要是我觉得这个导览光是参观就已经蛮有价值的了。那我们从一开始进去呢，它就是呈现了一些以前的人们在这里制造的一些冰雪储藏库的一些古老的照片，然后再来呢，再进去里面可以看到它真正在这里面弄了一个冰雪储藏室，然后可以看到有一些残雪，应该是说他们故意从外面然后弄进来的雪很大，非常多，1000吨左右的雪量在里面。这已经是最后残雪，因为接下来又要下雪，它又要再累积了。然后而且跟你讲，里面好冷哦，才5度而已。我们刚一进去之后，除了冷啊，就闻到那个清酒的香甜味。它整个把那个清酒啊，就是很藏在雪的旁边。最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酒窖，这根本就是酒鬼的天堂。那这个地方真的是超好拍照的，而且啊，这一面墙上，它这个酒瓶上面呢都有一些名字，然后跟留念的字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纪念物。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柜台啊，来换一杯清酒，或是如果你不能开车的话，也有这个发酵饮料可以换。我手上这杯呢是八海山在雪士储藏3年的酒，它虽然有点烧灼感，可是这还蛮顺口的，一点点的甜味而已。我觉得心情好，我也好想喝，可惜我要开车。这瓶其实我刚在店里就一直想要买的，我记得售价大概是200多块日币，那这个导览就已经500块了，还送你一瓶。其实我觉得它导览也算是有点像半买半送这样子，我蛮喜欢这个导览的，就算我听不懂，我觉得来参观也蛮好玩的。跟大家说，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我们只有买到1张票嘛？后来拜托那导览员说，我们就是只买到了最后1张，可不可以再多卖我1张？他就说 OK。我觉得鱼沼之里这个点蛮适合排进行程里的，然后它至少大概是停留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那个雪室是很值得参观，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酷，这根本就是那种甜酒酿，然后刻到那种米的那种米粒的感觉，但是没有酒味。有看到可以喝一下，我觉得可以，很棒，蛮不错的。缭绕好像来到了高龙陷阱。缭绕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是奥子剑隧道群，然后这个是第8隧道，总共有19个隧道。然后这是我们要到奥子剑水坝或者是奥子剑游览船的必经之路，然后大大小小总共有19个这样的隧道，很像我们去花莲的路上手工的那种隧道。有很多人说这个隧道很长，因为总共有将近20公里的隧道群，所以呢你在走这个里面的时候呢，会觉得有幽闭恐惧症。那我现在才刚开始走比较长的这一段。这一段有2公里，它等一下中间会有一些更长的，很多这个隧道全部都是手工去凿的。很多人说这个路很难走，目前感觉起来还好，可能今天天气蛮好的，所以路上的这些水没有很多，所以我觉得还算蛮宽的，不会说真的很窄。我们现在走到这一段呢，就开始有体会到什么叫路烂的感觉了，因为它的地面上啊全部都布满了坑洞。
真的是行车要特别注意，然后速度要放慢一点。旁边都看得到一些那种岩石开凿的痕迹而且的确是过程中都会有一些水流下来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蛮有探险的感觉。然后你如果看那个评论啊，但就会很两极。有些人就很喜欢这种冒险的感觉，有些人就觉得哇好恐怖哦，一直在走这个路。哇，我们现在出了第8隧道之后，哇，外面都是这种红叶的风景，很漂亮。第9隧道啦，真的就是那种像防空洞，真的手着的那种痕迹，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种在坐过山车的感觉，蛮刺激的。我觉得这边是，如果你喜欢这种有一点冒险感觉的人，真的是可以来体验一下。啊，终于要出去了。超美的哎，这一出来的景色。到达落雨地附近，入境导航提示。哇，这已经是快要落叶的样子，可是落叶还是很漂亮。澳子健水坝，我们等一下要去看澳子健湖。那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游船的。那游船开放的时间是5月上旬，然后到11月的上旬。那今天呢，刚好是11月9号。我们昨天到达日本的时候才发现说，哇，今天是停止的第一天，这也是太幸运了吧。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小小的铁道车，它是搭配游船一起开放的，所以你只要花100块日币呢，就不用走这个上坡，然后可以坐这个小车子呢到上面去了。看，这就是往上的小列车的铁道。我好希望可以花这100块日币哦。这里是澳子健湖，它是日本最大的人工湖，蓄水量呢大概是6亿吨水这么的多。然后这个地方呢，它4季都非常的适合来欣赏啊，尤其是像现在是秋季呢，周边满山满谷的都是红叶。现在其实是已经开始在落叶的状态了，但是我们反而觉得现在是一个最漂亮的状态。这个时候啊，红的部分会比较多，黄的比较少啊。如果你比较喜欢红叶多一点的话，就这种时间是最棒的，而且有一些枯枝嘛，所以会增添一种萧瑟感。那如果再搭配一点云雾的话，哇，无敌！这个湖它又叫做银山湖，因为从前这个地方呢有开采银矿。那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呢，它已经是90分了，但如果再加上故事的话呢，这个景点它就是100分。据说呢，在这个湖底下呢，有一个废弃的18世纪的银矿跟村庄。我一直蛮憧憬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水坝其实是在新泻县跟我们福岛县的中间，就是它是横跨2个县的，它供着这2个地方的水。大家来到这个福岛或者是新泻这边的时候呢，最憧憬的就是一条铁路叫做紫箭线，那它就也是横跨这2个县市的。那它那个铁路说红叶非常的漂亮，那我就想说来这边啊，可以窥之一二，说我们这边紫箭这边的地方的红叶是有多美的。纵使今天没有游船可以坐，还是硬要来。这也是北陆3大水坝之一，它跟那个立山黑部的那个水坝齐名哦，拜托。不管是规模或是景色，真的是蛮值得前3的。
隧道的一个闸口，以前可能是有收费的，现在没有啦。这里是 Okashido Oyaki，Kodo。我刚刚在念这个店名的时候，外面日本人在笑，我就想说，我就外国人哦，念错或念很奇怪，怎么了吗？好，这里呢，它是一个伴手礼店，那其实里面呢有不止一个品牌，那主要就是贩卖和果子。那我觉得其实是蛮推荐尝试看看的。我们挑了几个，我们等一下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好不好吃。就什么想要的都给他来一点，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吃这个好了。这个呢，我们到处都会看到，它是这边的名物，叫做柿团子。然后看里面呢，真的是蛮像草仔粿。我现在把它打开来吃看，看到底有没有像草仔粿。好啦，打开闻就知道不是了，它飘出来是抹茶的香味。抹茶超贵啊！对啦，所以它其实是抹茶，然后再加上里面就是它最常见的搭配是红豆。不过我觉得呢，就是除了抹茶香味以外呢，它的确是草仔粿无误，因为我们的草仔粿也是用米嘛，然后加上一些什么鼠曲草或艾草，但它应该是加了抹茶。这个是六馒头，它是六日町的名物，那小小一颗，其实它也蛮不贵的。那我们刚刚咬了一口啊，非常熟悉，有点像那种客家的黑糖糕，然后里面有包馅。那这个馅料呢，应该是白豆沙或者是栗子馅，我有点分不太出来。其实蛮甜，可是很好吃耶。我觉得大家回去如果有做黑糖糕的人，可以尝试的包馅看看。它的馒头本身是还有一点 QQ 的感觉，喜欢。这块是起司千层蛋糕，然后它上面写的它是三国街道名物。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看，先吃这个蛋糕。这跟我一般想象的千层蛋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在台湾吃的都是像阿莫嘛，都是那种有点蜂蜜味道的，可是它的起司味非常的香浓。哇，这个是我点的，我很喜欢吃铜锣烧冰淇淋，好吃吗？这东西不能久放，赶快吃一吃。它生巧就是还蛮美味的。对，其他我就不开给大家，大家自己试吃，喜欢多买一些回去。它里面是真的有包生巧克力的碎片在里面，好好吃哦。我觉得他们东西认真都还蛮好吃的，每一个东西都精挑细选。我们现在在一间无人商店，它贩卖的东西呢是米制的甜甜圈，每一个是日币100元。那它其实是一个米粉工厂，这个米粉呢是把米磨成粉，不是那种条状的米粉。那鱼藻市的话呢，这边也是就是米很有名嘛，所以有这些制品。我就意思一下拿个2个，因为整间店的甜甜圈呢其实已经卖到所剩无几了。除了甜甜圈呢，它还有卖一些玄米粉，你可以买回去自己做东西。自己做米甜甜圈。大家离开前记得要给钱哦，以此为证。这间是我找的，因为我到很多地方当地啊，我都很喜欢找那种很有趣的东西，像这个无人商店，我最受不了这种东西了，哇！每次看到都会想要来。它好香哦，一拆开巧克力的香味就飘出来。它口感好 Q 哦，然后刚捏起来觉得很好玩，像那种疗愈小物，好像小朋友在玩的那一种，很像夹娃娃机会夹到的东西。我觉得我吃起来也觉得蛮像，可是很好吃哎。这起司口味的超喜欢，还可以咬到起司块，
它没有什么那种甜味啊或什么，就是很真材实料的味道。很单纯，没错。这一个100块，我觉得很可以耶，要不要多买几个？要，我要买那个起司的，好喜欢哦，太好吃了。要扫台了，对不对？对，我要把起司的扫光，然后突然发现这个是枫糖口味的，所以我也要扫它。推荐大家经过可以买一下，丢进去，别歪。这是500元哦。就是各种的米类制品啊、酒啊，哇，还有那种米。回去会胖1圈吧。这里是木之通，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蛋糕上面看到的三国街道。那在江户时代的时候呢，这里是个树场，叫做岩泽树，它是连接江户跟越后地区的树场。那什么叫做树场呢？也就是说，因为以前的人呢，他们就是都要步行很远的路，那这个地方啦，它就是聚集很多那种可以投宿的旅店啊，所以叫做树场。其实就是民宿的意思啦。我们之前有去那个长野县的中山道啊，也是这样子。那刚说到了江户跟越后呢，其实就是现在的东京跟新系。那这一带呢，它是盛行纺织业，所以来这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纺织品。那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个燕木。燕木的话呢，它是从就是房子的结构往街道两旁啊延伸出来的一个结构。那是为了防止呢冬天下雪的时候行人无法行走。其实呢，就是跟台湾的丁阿卡是一样的意思啦。不一样，这是遮雪的，我们是遮雨。不是，我们是要多一点空间。来到三国街道这边，就算你不知道重点是什么，随便走走逛逛、拍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像我们刚刚阿嬷在这个燕木的廊道底下，然后就说：“这个拍照一定非常的漂亮哦。”就连我们阿嬷都懂得拍照的构图了。你先让开，让大家看一下。哇塞，延绵不断哎！这建筑物感觉很像什么银行或者是信用合作社之类的。然后呢，它的造型真的非常的古典，像我们在看那种日本的时代剧里面啊，都会住着那种地方恶霸，有没有？然后欺负那种弱小乡民。没有，像我小时候打电动那个大道五右卫门的那种建筑。一路走过来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牌子，上面写的北越学谱。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像诗句之类的东西，然后会有一些解释，还蛮有意思的，可以用手机翻译去看一下。三国街道其实整条逛起来蛮有味道，蛮有感觉的。但是呢，他们蛮早就关门休息，像我们现在是下午4点半来，其实都已经没有小店有营业了。所以早一点来的话呢，还可以逛逛这边的小店。像后面这个邮局也非常有味道。三国街道的范围其实并不大，那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顺游的景点，不会太花力气就能够把它逛完。我们现在在越后汤泽车站，那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越后汤泽温泉在这里。那我们是自驾旅行，为什么特别来到车站呢？是因为这个车站它真的非常好逛，里面有餐厅啊，然后你想要买伴手礼，或是有一些衣服店，你都可以在这边看得到。我以前有来过这边啊，其实就是很多你在东京玩就会搭那个 JR 上来这样子。很多到东京一带游玩的人，其实也都会到越后汤泽这个地方来泡温泉。你看它这附近的旅馆啊，有这么的多哎。对啊，新干线坐一下子就到了，然后出去外面一大堆旅馆。我们继续往车站广场里面走，来到 Kokoro 这个地方里面呢，它是卖酒跟米等等的这个omiyage。那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名物是一定要尝试的，像那个是爆蛋饭团，超大一颗的哦。千万不要随便尝试，一定吃不完。我试过了。这里货色超齐全的，什么新系的大银酿，这边几乎应该都找得到。你拿那个太小罐了，你看下面那些超大罐。这个上善若水我之前有喝过，刚去喝到了八海山这边也有卖，这真的是这边很有名的酒。我对这边
有一个超级有印象的事情。之前啊，我有朋友在做居酒屋，他都会叫我来这边帮他带酒去。对对对，来小赚一点那个旅费。这里面也有很多各式米果，我觉得搭配米跟酒的主题来说呢，它就是下酒菜。其实酒也是米的主题，因为他们都算是米酒的一种。竟然有真空包装的稀饭，太酷了！你看那边。爆弹、超大颗，虽然说它是名物，好像一定要尝试，可是这么大颗，我真的是不敢随便乱买啦。我试过一次，是不太敢吃啊，因为吃不完，真的吃不完。我2个人吃不完。我们来到这个景点重头戏。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以用500日币呢，然后去换到一个酒杯跟500块的代币，然后来这边呢选择你想要的酒去喝。那每一款酒的话呢，它所需要代币的枚数是不同的，1到5枚都有。这真的是很厉害的套路，你每试到喜欢喝的，在隔壁买一买就好了。哦，这根本就是清酒扭蛋机，我们喝一下这是什么？上善若水，我们刚刚拍的那个啊，要压一下吗？还是什么？哦，有了有了。怎么样怎么样？完了，它比刚我们喝的那个八海山啊还要浓烈很多哎。我已经喝过，不体验了。我要开车，我要开车。来喝一个。现在是个北雪。怎么样？它的说明说好像有一点点凤梨的味道，然后真的是入口的时候有感觉到，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心理作用，因为你先知道了，然后就会预期有那种感觉，不然的话其实是还好，还是清酒。不会哦，你预期会心里会有放大的作用，就不是放大它味道，只能说我们喝的不专业啦。这里有太多酒可以选择，如果你不知道喝什么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看黑板上面的推荐。那如果你可以你的酒量不好的话呢，你其实可以有策略的喝，你可以去挑那种比较多枚代币的。那如果你是很想要尝到很多酒的话，你就挑那种1枚代币的。这个地方真的蛮佛心的，除了可以这样试酒啊，还可以这个是种味噌，对不对？对。这味噌很好吃，可以配5碗饭。你看这一小撮，对，可是真的很香，而且有一种酒味在里面。来，最后一杯啊，大家自己选啦，也有那个5枚1杯的，酒量不好的话就是5枚1杯的。忍不住说一下，这杯梅酒真的超好喝的，那种有梅子香味，可是又不会过甜，非常顺口。这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新系的特产品，一些米制品啊、酒啊，还有像燕式跟3条式的这个金属器皿跟制品，你都可以找得到。刚说的竹汤其实就在越后汤的车站的门口。那这条温泉街上呢，其实满满的都是那种温泉的氛围。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另外一间店，我觉得也很不错。发现一个很酷的，然后温泉街其实蛮有感觉的。我觉得晚上你来住这边啊，晚上也不无聊，可以逛逛。这是一间叫做温泉咖啡的店，一样其实就在车站的对面而已。但它这边的竹汤啊，其实比刚刚那个竹汤的温度还要再高一些，很舒服哎。我们刚刚其实有先进来这间店，然后想说先去拍对面，结果转眼间回来它就已经 close 了，那现在没办法进去。好，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里面呢就是有卖一样，就是卖一些特产品，然后里面可以喝咖啡、吃蛋糕，它的蛋糕看起来很不错，然后价钱也蛮可以接受的，然后里面还有榻榻米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来到这边的话，是可以蛮尝试的一家店。我刚刚看它一杯咖啡啊，大概400-500块日币起跳，我觉得很合理，因为它氛围做得非常的足。大家其实可以点一些外带的东西，就可以在这边边泡竹汤边享用了。
我们今天住在越后汤泽站的附近，那我们觉得在车站附近吃晚餐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那因为车站里面的餐厅其实很多，它也是新系的特色。像我们今天选的这间店呢，它超好玩的，它里面就是吃米饭，然后竟然里面会有这种选项，当年第一批新收成的大米，直接把这个当成一个主要的特色来上菜了。我们等一下就跟大家讲好不好吃，就不形容口感了。今天好累哦。再补充一个，他们很友善的是用 QR code 点餐，然后里面有中文的选项，而且还有附图片，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点餐了。虽然我们点的是日本到处都吃得到的猪排冻，但是呢，里面的米应该是月光米无误，非常的 Q 弹饱满，有够好吃的。然后猪排很厚，然后对，其实整体的水准都很高。是我们阿嬷点的姜烧猪肉饭套餐。开箱我们今晚的住宿，整个饭店呢是属于比较老旧的，不过呢它的空间还算是不错，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一进来是玄关，然后旁边是厕所，这是属于那种比较合适的房间会有的格局。厕所是那种比较老式、比较小的那种罐头型的，但是因为这边有温泉可以泡，所以我应该会去泡温泉。房间呢一进来有2张单人床，然后这边有榻榻米的部分，算是和洋混合式的，有床可以睡，然后又有一个小客厅的感觉。一进来呢，暖气已经帮你开好了，水也帮你煮好了，我觉得算是服务还蛮周到的。我们今天入住的时间是礼拜6，所以比较贵一点点，价格是12800日币。那我们隔壁阿嬷的话，大概是7000多块日币，也是一模一样房间，她帮我们升等了。今天的价格没有含早餐，我们就是简单的睡一下。然后目前呢，感觉都还不错。对，如果有问题就会在后面的影片跟大家讲，没有就没事了。店比较特别一点呢，它是1人可以选1瓶饮料带进房间来的，这个蛮贴心的，蛮喜欢的。好啦，泡温泉包场啦，然后我觉得它这一间饭店虽然老旧归老旧，可是可以看得出它曾经辉煌过。然后泡的池还有2个，然后温度一高一低，但是都不会太高，我觉得算是泡起来蛮舒适，而且有烤箱可以用。那我刚刚住的房间呢，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大，它其实给每个人的使用空间都还算蛮大的。提醒大家一下，订这间饭店的时候，它的 Google 评论其实还蛮差的，但是我翻就是比较以前是比较差，但是现在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呢，我就大胆的来住一下。结果来的时候觉得，那个服务人员其实还蛮尽责的，而且他帮我升等房间，所以我必须夸奖一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是雪季的时候来到越后汤泽会蛮无聊，其实我觉得来看看枫叶啊，然后泡泡温泉，真的还蛮棒的。好啦，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啦。越后汤泽其实离东京的新干线大概只有1站的距离而已，车程大概1个半小时。如果不是自驾旅客，我推荐你可以来越后汤泽走走。当然，你也可以在车站附近找租车，跟着我们今天的行程走走看。各位晚安喽，我们下集见。去过青金峡吗？位于新泻县十日町的青金峡是日本3大峡谷之一，绝对是你日本旅游中必须解锁的绝美景点。这里四季皆有不同的风貌，无论何时来访都能感受到自然的壮丽与变化。本集将带你探索十日町的特色景点，包括品尝当地发源的片木荞麦面，欣赏壮观的新卡梯田，最后前往新系长冈，参观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清酒酒藏，了解经常在居酒屋看到的经典清酒及其制作与历史。这一集绝对能让你全方位的感受到新系的魅力哦。
现在在清金峡，这个是你来到新系必游的一个景点，那也是他们赏红叶的一个重点景点，然后也是大地艺术季的重点。我们现在要进去清金峡的景点里面了。那其实我们在外面看呢，就非常的漂亮，水超干净的。对，这个景点呢，它是需要付费的。可是你现在来到现场购票的话呢，几乎是买不到的。它非常的热门，所以你一定要在出发之前他们的官网呢，去预约。对，先把门票买好。我是在 Klook 订的。提醒一下大家，它的门票啊是有预约时段的，比如说你8点半到10点半啊，或10点半到12点半之类的这样子，所以要注意时间。这个景点行程呢，它全长大概是750公尺。那它上面写说你所需要的时间大概要停留1个小时左右，那应该是帮你把拍照的时间也算进去了。那它总共有4个健情所，应该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是一个很值得拍照的，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下。它原本的自动售票机，但现在就管制起来了。我觉得他们还蛮贴心的，知道说这里面不会有讯号，我刚刚扫 QR code 给他看，发现没讯号，他就有 WiFi 给你。其实非常快的就来到了第一健情所。那我们来到清金峡的话呢，最主要就是要看它这个柱状节理。那据说清金峡呢是日本3大峡谷之一。那其实我们沿路走过来呢，隧道里面有一些灯光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些导览资讯可以看，所以其实呢过程还蛮有趣的，不会觉得无聊或者是恐怖。你看，其实这边呢就是柱状节理，非常的明显。哇，这里的水真的是有够干净的。现在这个是第2健情所，然后这边有一个装置艺术，超酷的，大家都在这边拍照，因为呢，你可以拍到那个整个线条汇聚在一起的画面。然后我们这边呢有一个银色会反光的物体呢，它其实是一个厕所，那它其实看起来有点透明，但放心，里面的人看得出来，但外面的人看不进去。大家看一下后面可以看到清金峡，可是我这样子往下的时候，你看这些线就连在一起，把它遮住，很棒，很厉害哎！哇塞，这个水太漂亮，而且我觉得这个柱状的纹理啊，你近看真的是很漂亮哎。因为现在就是太阳刚开始要出来了，所以整个光线洒下来要更美了。我们2个人一起进来厕所，其实有点奇怪的感觉，羞耻的感觉。真的看得到外面呢。哎呦，你敢在这边上厕所吗？大家都在对我们拍照。其实大家都是进来拍照，不是来上厕所的吧？真正羞耻的不是我们2个进去厕所那一刻，是我们2个一起走出厕所被大家注视的那一刻。大家用傻眼的表情看你这样。很快的，我们来到第3健情所。其实第1、第2、第3呢，它是一个接着一个，都挨得很紧的，所以很快就走到了。那第3健情所的话呢，它这边我们就是从这个视角拍过去，你会看到很多的圆点点，然后再到那个镜头的美景。我们到了清金峡最后一个展望台，那这个是最后的重头戏，大家都在这边排队拍照，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下面有铺着一层水，那等一下呢，拍到镜头的话呢，景色就会有倒影，然后它就做成一个这样子圆圆的形状，然后大家就是沿着水道的旁边呢绕一圈这样子排队，所以要拍一张照片非常不容易，除了要排队以外呢，你的脚啊鞋底也要稍微有一点点厚，才不会渗水进去，天气是非常冷的。我的鞋子有点湿掉了。建议大家穿厚一点底。
其实大家走到尽头的时候呢，都只剩一个人影而已。所以呢，不管你穿什么衣服啊，它到最后面都是一个黑影而已。所以你的动作要尽可能大一点。如果只是比个耶的话，你的照片可能拍起来会不够好看。大家拍照其实都是闪过了一堆人头。我刚才还看到有人把小孩举在那边，好恐怖哦。其实那个构图非常的漂亮，真的真的。人其实超多的，我不要拍到人家脸，人一个一个接着来。4个隧道啊，这个最漂亮，可以看到整个青金峡那个柱状纹理，然后加上那个水，好漂亮哦。离开青金峡，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市集，那我们想说在这里吃点东西补给一下。那我刚刚因为青金峡不能空拍，所以我跑到这边来拍，外面这边可以拍。我最喜欢这种小市集的，因为常常会有惊喜，有些东西啊都是他们类似像小农啊做一些好吃的餐点，然后有时候吃起来又便宜又好吃。看像这个咖啡摊啊，它的东西也不贵，然后咖啡应该蛮好喝，因为好香哦。这是什么啊？这应该是和服吧，我也不太知道。对，不过一件才300到500。对。一个三明治吃一下，哇！我觉得他们这种很轻松的感觉，这才是我心目中那种假日该有的样子。没错。稻田呢，好漂亮哦！他们说这个叫做棚田。向右转。这里是美人林，它是一群树龄约100年的山毛榉。那之所以会叫做美人林呢，是因为这里景色非常优美的关系，所以取名叫做美人林。据说呢，从前呢，这一带为了要生产木炭，把这一带的林木全部都砍光光了。可是，在隔年呢，这些山毛榉都同一时间冒出新芽来。不过呢，当然这就是100年前的事情了。这美人林呢，同时也是新舄县的森林域100选之一。那其实日本人非常喜欢把这些美景啊安上一个名目，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一个美景呢是90分，那如果你有故事性或是给它有一个称号的话呢，那这个景色呢就会变得100分喽。如果想要在你的行程里面安排这个景点的话呢，它没有最佳的观赏时机，因为每一个季节其实都很漂亮，有各自不同的味道。但是最近就是红叶，然后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黄叶。那像我再过1个礼拜来的话，应该就会变成橘红色的一片。而且啊，我觉得它是最容易观赏的森林，因为呢，我们从停车场走过来，大概就是1分钟的事情，就是这个景象了。是新卡梯田，它这边呢总共有大大小小200多片的水田在这里。那遍布在这个山坡上面呢，看起来像鱼鳞一样。
那这个梯田呢，它虽然说资料上是写说4季都有不同的景色，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时间性的分别。因为像比如说早上来的时候呢，它有云海，然后再加上这个水田呢，它会形成一个水镜的样子，那个时候拍照是最漂亮的。因为日出的方向啊，它那个光线才会对，才能造成水镜的样子。那如果是日落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在2022年的时候入选为梯田遗产，所以是官方认可的很厉害的风景。真的，如果你要看到很多厉害梯田的话，其实就是在新系这边。那大家可以联想一下，新系的特产就是米嘛，所以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有这么优良的环境，所以生产出这么好吃的米。大家看一下，它早上就是会长这个样子。我们来到十日町的小岛屋总本店，要来品尝新系的特色乡土料理片木荞麦面。那说到片木呢，台湾人应该都很熟悉，因为我们的池上便当那种木头的盒子就是片木，把那个木头呢弄成一片一片的做成便当盒，大有来头。它上面写到皇室线上，它在皇室就是进到皇室的料理里面呢，其实已经有7次了哦。哇，有点像我们那种国宴那种感觉。对。我们今天跑的景点其实大部分都是十日町的特色，包含这个片木荞麦面呢，它也是十日町的特色饮食。十日町这边呢，也曾经出土过绳文时代的器皿，像这个火焰形土器，看一下它的纹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店门口的橱窗里面还可以看到纺织的器具，是因为呢这一带其实它曾经盛行纺织业。那这个面里面有用一种原料啊，叫做布海苔，它是曾经用在粘着这些纺织品的上面。那现在呢也是用在这个荞麦面里面作为它的一个粘稠剂。我们第一次在日本吃到米其林必比登这间店已经超过100年了。现在已经是下午接近2点的时间了，整个店呢都还是人非常的多，我们还要抽号码牌等很多组。那等待的时间呢，来看一下伴手礼。它呢就是很多人吃完这里的荞麦面之后呢，走出店门口也都还会带一些面条回家。今天点了2个荞麦面加猪排冻的定食，然后另外呢单点了1个猪排冻。为什么都是猪排冻呢？因为我们昨天吃到了真的非常好吃的猪排冻，希望可以吃到一样好吃的。那其实这间店呢，我看很多人都是点天妇罗加荞麦面的套餐，好好吃哦，跟我以前吃到的荞麦面感觉完全不一样。一般的荞麦面呢都可以吃到那些颗粒感，但它非常滑顺，而且奇怪，这是怎么会这么有咬劲啊？我看很多 YouTube 拍啊，说这个多好吃。我想说，怎么可能？我以前没有说真的很喜欢吃荞麦面，我也来试试看。我觉得它其实蛮好吃的，而且我觉得它其实形状蛮像橡皮筋的。然后它咬起来其实蛮有弹性，但不到橡皮筋这样，可是吃起来真的是会觉得惊艳的感觉。用橡皮筋来形容，听起来就不是很好吃。那你觉得它形状是不是这样？它很好吃，然后有一点海藻的香味，因为呢，它使用了这个布海苔作为面的粘稠剂嘛，而且这家店呢，它是坚持就是它要现打现煮，桌上就有芝麻可以加，那你可以把它磨成粉末，然后加到酱汁里面，可以增加荞麦面的香气。我们刚刚想说为什么它的猪排这么好吃，原来猪排也是新系名物。那我们昨天吃到的猪排很好吃今天的也不差，真的。吃饱啦！我们真的觉得这片木荞麦面是你来新系必定要尝试的东西。那像我们今天是因为先前对荞麦面有一点不信任感，可是我觉得吃过之后呢，放心推荐大家直接点几人份的，然后再加上你喜欢的那种配菜配料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其他东西别的地方吃得到，可是真的没有地方有吃过这种荞麦面的，推荐。
里是吉乃川酒博物馆。本来呢对这个名字还很陌生，不过一看到这个，就突然想起了什么很熟悉的这个东西。你藏在那边会不会太好笑了一点？是你叫我来这里的。吉乃川呢可是大有来头，它是越后国酒哦。这间酒厂啊，创立到现在啊，已经有470几年的历史，哎，超强的。然后呢，我们刚在门口有看到说，这个呢，它是日本的有形文化财哦。这里呢，其实它是一个酒鬼天堂，你只要花900块日币啦，然后就可以在这里无限喝它这边的酒，可以喝到饱。30分钟内。对，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到达时间已经4点了，它这个整个博物馆是4点半关门，但它这个服务呢，直到4点为止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尝试不到了。但我买了一个美酒冰淇淋，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很好吃哎，它有那种香甜的梅子味，然后酒味呢就是淡淡的而已，算是一个蛮大人味的甜点，但是呢又不会过于的浓厚。我一看就知道你会很喜欢这种东西，你每次有美酒啊、冰淇淋合在一起，你肯定要吃的。它其实呢还有另外一款是清酒的，可是因为我昨天这样子喝下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自己的喜好还是比较喜欢美酒。这是一个槽，它是古代的酿酒器具，看起来超有感觉的。看这是什么，你知道吗？有点像佛珠它写正三尺玉，其实这就是很大型的烟花。你看这边哦。他说他们每年好像是8月2号啊会去放这个，他们就用他们的酒厂啊去好酷、哦，代表这样子。跟我的猜测也差太多了吧？好大一坑哦。这边呢展示吉乃川酒厂的历史流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从前的器物，还有酒瓶，然后一直到呢那边有现在的一些蒸馏的机器。有一件事我非常不爽，就是这几天一直看你喝，然后我都没有办法喝。怎样？那你可以买回去饭店喝啊！你这很奇怪哎，对吼，傻傻的。带一罐小罐的。我们挑选了一支特别纯米，那后面其实酒标就有告诉你说它的日本酒度跟酸度是多少。刚刚犹豫了超久，后面看了一下就有答案了。刚刚酒厂的人员跟我们推荐这一支是他们家最厉害的酒，酒王的意思啊哈。这个是旧基纳番红花酒制造厂，就在刚刚的吉乃川酒厂的对面而已。那它是一个很老的建筑，而且现在看起来呢是正在修复的样子。我们进去看看好了。这个才是原来旧本铺的正门。那本来它应该是可以进去里面参观的，那明明时间还没到，可是今天好像已经不能进去了，好可惜哦。旅行中总是要留一点遗憾，才会想再来嘛。好吧。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酒本铺的资料。这个酒本铺呢，它是制造一种叫做番红花酒的酒。那大家知道，番红花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香料。那在当时呢，除了番红花之外，它还加了蛮多珍贵的药材进去做成药酒。那这个番红花呢，大家在家里呢都会备有一些当做居家备品、居家良药这样子。那跟日本当时很有名的养命酒呢，那种名气啊是不相上下的。它在日本当地非常受欢迎，甚至呢还出口到了夏威夷哦。我们刚开始看到这栋建筑的时候，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呢，好像在电影里面有看过这样的画面，可是实际上我们在旅行日本各地的时候，真的还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房子。那它这个叫做蛮绘，是一种灰泥艺术，用那种灰泥啊，然后抹上墙上，然后做成浮雕。后面这个画真的蛮特别，我们日本来过至少几十次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耶。对，因为它造价昂贵，而且保存不易，所以啊，这个漫绘呢，它才有日本第一漫绘这样的美誉。刚前面有点说错，所以更正一下，它是漫绘哦。所以这整块地方啊，其实都蛮有那种历史感的。像刚刚的吉乃川酒厂啊，然后跟这个漫绘啊，其实它都是文化财哦。这里光是建筑的外观就非常具有可看性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抓紧机会到里面去逛逛。这是我们今天入住的东横印燕三条站前。那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方便，周围走出去呢就有很多的餐厅，还有逛街的地方。旁边就是 A 勇，就是百货公司，超棒的。
它这边附近啊，平价饭店很多，然后这一间评价最好，但是他们最高就是3.9分了。这一间是一间很新的东恒印，所以设备都还蛮棒，其实我蛮喜欢的，我觉得超厉害。既然有健身房，而且里面器材还蛮足的，用房卡刷就可以进来了。它的哑铃有到20公斤，大部分健身人都够用了。像这个啊，又可以深蹲啊，又可以胸推，什么都可以。我觉得设备真的很足，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有这样子。楼下有冰水冰块贩卖机，我们今天住是1109双人房，它这个很新这个设备。房间整体而言呢，简单但是清爽。它坪数不大，可是整体动线呢算是蛮顺畅的。房间看起来很新，设计也蛮新的。重点就是这些 USB 的插座啊，非常的足够。那它都设计在那种很方便的地方，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都是在桌子的附近，不会有那种什么在门口旁边，然后有个奇怪的插座，让你的手机要放在地上的那种事情发生。它这个是160的床，我特地挑的。然后我觉得最厉害就是它底下是空的，这样子比较不会藏污纳垢，干净。这我们等一下在这里吃个点心，喝点小酒也是蛮方便的。以饭店的自式罐头厕所来说，这已经算是蛮大的了，空间都很足够。以前旧的东恒印的厕所呢，就非常的小了一点点这样子。这间的房价呢是将近8000日币，双人房含早餐，我觉得超棒的。吹风机虽然是壁挂式的，可是风力很够。床的舒适度基本上每一间东恒印都很棒，是有口皆碑的。那早餐的部分的话，就明天早上再呈现给大家看。早安，今天的早餐呢，就是一般饭店那种会有的标准配备。那菜色呢不算太多，口味也不差，就还 OK 的程度。那我觉得最棒的是呢，你在这边吃早餐呢，可以配楼顶的风景，这边望下去啊，竟然是一片稻田哎。你看，像我们阿嬷现在就坐在窗边看，早餐就变美味了这样子。它其实什么东西都还不错吃，但是我觉得这个青鱼算是我吃到比较不好吃的，因为大部分别家的青鱼都做得太好吃了。在我期待的程度有90分以上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我大概给最高80分。我有吃过别家东恒印的，我觉得别家的稍微好吃一点点。这就是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住这里。但我觉得风景又把分数加回来了。这个价钱啊，不吃早餐都可以，附近有很多选择。那这是这趟旅程之中啊，我睡得最舒服的一晚。而且它设备都很新，我觉得真的很蛮喜欢的。好啦，又到本集的尾声啦。用完早餐后，我们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米彦地区，算是我造访过几十次日本中最值得探访的地方之一哦。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哦。过去1年，我在日本自驾的里程超过1万公里。造访的景点和品尝的美食超过200个，而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些景点和美食，绝对是我这1年中最喜欢的前几名。这是我们来到新舄县的弥彦地区，包含弥彦神社、弥彦公园等等必游之地。我只能说，这里的设施完善，有趣的小店遍布周围。然而，美丽的红叶搭配充满能量的景点，让人流连忘返。如果你热爱日本旅游，这里绝对是人生必来之地。此外，我们还拜访了新舄长冈当地著名的世博鱼市场，这里的海鲜新鲜划算，像是四色冻只要台币200多块，真是超值到让人难以置信啊！而大家趋之若鹜的松叶蟹和红薯蟹价格更是让人惊掉下巴。如果你对这一集的内容有兴趣，就赶快把这些景点和美食加入你的人生清单吧。哇，这个鸟居也太大了吧！超大，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这个是弥彦神社大鸟居，全日本最大的鸟居啊！这
里是弥彦神社大鸟居，这鸟居超大的，它的高呢有30公尺那么高。那它是在1982年的时候呢，为了纪念上越新干线通车而建造的。真的超大的，我们现在是离超远，我才有办法把它整个拍下来。你往那边走，看比例尺一下。对，它是日本的最大的鸟居之一哦。好，走过去看看，给大家比例尺一下，人变得超级小一个。哇，30公尺，算一算应该有8、9层楼那么高哎。然后后面呢还可以看到弥彦山，光是神社就这么精彩，光是鸟居就这么精彩，那神社的话一定更厉害。我光看别人介绍的时候就觉得说，大家说哇很大很大，就自己来做，给他吓到。你觉得日本的所有景点其实都做得蛮棒的，像这样子啊，它旁边竟然也还有附设停车场，然后呢，旁边有小店可以吃东西，只是我们现在来得太早，所以小店都还没开。然后向右转。这里是弥彦公园，它也是新系很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那我们来到这边呢，可以走隧道，然后进去看瀑布，还有红叶。其实里面有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叫做红叶谷跟观月桥。那晚上的时候还会点灯，所以在这边欣赏红叶呢是还蛮漂亮的。而且其实在春天的时候呢，也可以赏樱，它樱花季还蛮长的。就连公园里的隧道都是有形文化财，这里好适合唱歌哦。哇，红叶已经红起来了耶！对啊。隧道之所以是有形文化财呢，是因为它的建造时间大约是在大正年间，也就是距今大概100年上下的这段期间。然后呢，它的这个拱门的周围呢是用花岗岩，那保留了当时的建筑风气所呈现的样子。这里呢，就是著名的赏枫名所红叶谷 feat 的观月桥，真的非常的漂亮，尤其是这个红叶，然后再映照这个红红的桥，很有感觉，所以大家都在这里拍照拍到爆了。预测网站上面说这边还要1周才会建成，那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很漂亮，尤其是看到有一些绿叶啊，它是慢慢想要转红的那个样子，也是很漂亮的。点灯活动啊，红叶期的时候啊，算是他们重点之一哦。这里是弥彦车站，我们刚从那里走过来的时候呢，想说，这边有一间神社，来去看一下，结果发现，竟然是车站。那刚好这个地方呢，它最著名的景点是弥彦神社，所以这个车站透过外观呢，根本就是把这个地方的特色给直接表露无遗了。在分水堂果子铺，这是弥彦当地的名产。那这个东西是他们家的招牌点心，它是混入了米粉跟面粉做成的点心。然后呢，很好玩的是，它里面的口味是叫做毛豆，枝豆就是毛豆。那它每个月其实都还会有一些限定的口味。这是来这边算是必吃，因为这是一间老店，然后很多人都是从小的回忆。我们吃吃看。
这个东西呢，它曾经有在那个全国零食的排行榜上面，那它咬起来呢还蛮有嚼劲的，像是很有嚼劲的馒头一样。那里面呢，这个口味虽然是毛豆，可是呢，它不会有那种蔬菜的豆味，就其实就像红豆、绿豆那样的感觉一样。我看评论里面啊，很多人还下指导题说，回去啊要用烤箱烤外面才会脆脆的。它的确外面没有脆，可是我觉得也好好吃啊。那就看你怎么样，你可以拿回家烤烤看。从墙上就可以看出来，这间真的是名店，有非常多名人的签名。今天是礼拜一耶，公园的周围呢还有很多小小的市集，所以可见这个景点呢真的是蛮热门的哦。明燕公园远眺过去的这个山啊，红叶应该算是渐青的咯，渐青的。这里是弥彦神社，它的建造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400多年前。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年是2024年，也就是它在西元前就已经有了。我们才刚走进来，还没看到神社本体，就已经被它的美给震惊到了。对，这边呢有参天大树，然后一进来就能听到流水声，真的是非常有那种洗涤身心灵的感觉。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弥彦正在举办菊花季，所以刚刚看到有很多的市集啊，然后这边人潮那么多啊，应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好像看懂重点了，这应该是一场比赛，然后呢，重点就是要把菊花种得又大又高又圆，然后呢，它还有分1等、2等、3等，所以你这样子看下去啊，就会知道说，哇，种植的人真的非常厉害。他们用菊花造景摆设成一座山，真的太厉害了。我跟你讲，这一座山啊，叫做盘梯山，它是连接福岛跟新舄县，它把它弄成一个山的样子，然后摆满了菊花，我觉得真的太有创意了，我自己超喜欢的。这边又是展示另外一种品种了。那这样我旁边这个呢是1等奖，它的1等奖、2等奖、3等奖其实都有非常多个，好像没有限名额，只要种得漂亮就可以。终于看到神社的本体了。新舄是日本神社数量最多的地区，那这个神社又是在这些神社里面呢最厉害的之一。这里供奉的神呢是天照大神的曾孙，叫做天香山命，他是开辟越后国的人，那他死后就葬在弥彦山，那所以这个神社的起源呢就是由此而起的。是求什么的？哦，听说呢他是以祈求美好的姻缘而著称。这里排队要参拜的人这么多，老老少少全部都要祈求姻缘，没有啦，因为这个神社呢，它是日本当地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所以很多人会从四面八方来这边参拜。我们现在在等接驳车，要上去坐缆车。这个神社厉害的地方真的讲不完，竟然还有缆车。我觉得厉害的是它还有接驳车。Hello, baby. Hello, home. Hello, honor. Until it's gone. 我们来坐缆车啦，它的票价资讯的话呢，大人的话单程是800，然后双程往返的话是1500，小孩的话呢是单程400元，往返的话是700元。Come
soul is closed around. Till for hours, just moan and pray. Just like the sun leaves to come back again. 我们乘坐缆车上来呢，可以欣赏到满山满谷的红叶。现在红叶应该已经是见晴的状态了。然后往下看呢，它是一整片的平原，就好像在看有红叶的波朗大道一样。很漂亮哎。弥彦山上面呢有很多重要的神社，所以我看到有人说弥彦山基本上就是神的领域。那弥彦山在星系呢，基本上就等于是地标，星系的地标。那我们在这个弥彦山的山顶上呢，就可以看到整个星系线。哇，这边有很多设施啊，还可以坐那种旋转塔上去，还有各种方法让你上来这边欣赏，赏景真的好棒哦！下次我要换做这个。这一面上来可以看到日本海。那对面呢，很像山的地方呢，它其实是佐渡岛。我们刚刚从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呢，看到远远的各种蓝色交织在一起，真的是无敌的美。下面的山其实也将近见晴的状态了，你其实也可以开车上来，但是我们今天是选择坐缆车。你看，那边还有这种厢式的车子可以爬上来，所以真的有超多的方法可以上来赏景哎。以后还有机会再来的话呢，我会想要在弥彦这个地区小小的停留1到2天，因为我们今天整套玩下来，从弥彦公园开始，弥彦神社、弥彦山缆车，我觉得真的是算是日本很值得玩的一套景我觉得点。日本必来其中之一一定有它。 Call it thunder, call it rain. Never after, it's all the same. 高さが約31メートルあ Still る I love her. It's getting late. 这里是世博鱼市场大街，在旁边呢，其实就是日本海。这个海域它的渔获非常的丰盛，然后所以呢，在这边你可以买到又新鲜，然后价格又便宜的海鲜。最著名的海鲜呢是红楚蟹，红楚蟹又叫做红松叶蟹，它比松叶蟹的价格更实惠，所以我觉得来这边是一定要品尝一下的。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红薯蟹的价格，我真的吓一大跳，超实惠的。 这里的鱼市场呢，不像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的空间整个打通，它这里像是一间一间的，然后里面呢，这看起来像一个小型的鱼市场，有很多间像这样子的海鲜烧烤摊。那除了海鲜之外呢，也有鸡肉串、猪肉串啊，还有扇贝，哇，超棒的！好羡慕啊！看过那种烤鱼，但你有看过这种肉这么多的吗？哇，好想要等一下叫一只来吃哦。那种烤螃蟹直接帮你整只剥好了哎。我们选了一间这里评价最好的，叫做角上鱼类，进来逛逛。哇，真是吓到了！这一篮的价格才1000日币而已。3只，你去比给大家看有多大很只？大只。不过呢，这上面写的是味噌汤用的，可能是比较退下来的。像这边呢，就是有写一杯的话就是1只，那有800块、1000块、1500的选择，我觉得是越来越大只这样子，这超划算的。真的。 1500换算成现在的汇率，大概就是台币330而已。我跟你讲，800的你就会觉得哇，也太便宜了吧，这么大一只哎。哇，这个鱼都闪闪发亮的，好美哦。我要买沙西米，太棒了吧！天哪，这4色冻这样子才1200日币，里面有海胆，还有鲑鱼卵。
加西郎真的。住在这附近的人日子过得太过分了，我们真的只有羡慕嫉妒恨而已。我跟你讲，日本的鱼市场我至少去过10几个了，就只有北海道跟这里，我真的觉得超级划算的。超厉害！哇，你也太爽了吧！第一个就先吃这个，其实你不管先吃哪一个都很过分，好吗？你又露出土豆哥的表情了。不要再说我跟我学土豆羹，我没有学他。好好吃的乌泥，超级甜，一点点那种苦味、腥味都没有。平常我们用1200日币，相当于台币200多块的价钱，大概只能买到这样分量的乌泥而已。就是这种感觉，你看它的光泽，咬进去呢就是有弹性，然后那个黏黏的，哇，好棒哦！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好好吃哦！我刚刚吃的那个冻也觉得好厉害哦。这盒已经算是冰箱里面最贵的了，1300日币。我选它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尾鱼看起来非常的美。哦，我觉得这个四色冻超值得，大家一定要来吃吃看。它里面还是用新细米，我跟你讲，我现在这几天下来啊，我完全记住新细米长什么样，就是超饱满，每一颗都像 BB 弹一样饱满。我跟你讲，你拿到这样一口一口接着一直扒，都没有想到我还没有吃。不好意思，路口在卖那个甜不辣和各种甜不辣，阿嬷买了一个，我给她吃一口，好好吃哦，一定好吃的，它那种鱼浆成分一定超高，超好吃，而且里面萝卜什么的很甜，很好吃。新系名物叫做番乌汁，200块日币的鱼汤，哇，里面超的鱼好喝肉好大块哦，好想住隔壁哦，萝卜很甜，对不对？好好喝哦。哦，那掺杂的鱼汤太过分了，真的。这间是世博中央水产，它1楼呢有贩卖的地方，然后2楼有餐厅。他们不像台湾一样，可以在这边买了就直接拿去代客料理。这生食级的虾子一盘也是1000日币而已。我跟你讲，来这边要安排一整天在这边，真的，像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赶飞机的，就觉得有点窘迫，意犹未尽。我们本来想要在这里吃料理好的红土蟹，可是今天呢已经没有开了，准备中了。我跟大家讲，你以后来这边最好在这边住一个有厨房的民宿，这样你就可以买回去自己弄了，然后买一点味噌汤随便弄下去，哇，超棒！我们下一趟再安排。我下次一定要再回来这里，这里太厉害了。想要吃红薯蟹哦，我错了，我应该要把它排第一个行程的。叫做假螺烧，我们在那种 BBQ 摊上面买的，还是可以吃到螃蟹的，超棒！哎，这是我们一开始进来的那一间，甜呢，而且它超贴心，其实都已经剥好了。虽然说比起在里面买生就是新鲜的稍微贵一点点，这一只1500日币，可是呢，你不用坐到餐厅里面耗费很多时间，像我们等一下要赶飞机，点这个就很合适。哦，蟹膏哎，而且它整只呢，其实蟹肉还蛮多的。我觉得它这个做法蛮厉害，就是它整个蟹肉都进到它那个蟹汁里面，它把它弄在一起。我自己弄可能没办法那么好吃。可以放白饭在里面。哦，好好吃哦，好想住这里哦。跟我拌的蟹膏一起吃也太幸福了吧！哇，如果来高本就是奢侈了。比我们在台湾吃将近1000块的螃蟹还要值得，因为它蟹肉全部剥好了，你可以一整口很满足的塞。这样讲得罪人了，得罪人了。我们世博鱼市场的最后一舞啦，哇，全部都贝类，狂吃。还有 taco， 对，就不跟大家讲怎么样，一定是好吃的啦。讲一下，吃就对了。这
这里是新系皇冠山饭店。那我们选择这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便宜，一个晚上含早餐哦，才日币7000块钱而已。然后我们的床呢，它是150公分宽的双人床，很够睡。那重点呢，就是说这边呢、它虽然就是普普通通没有什么，可是就很适合你随便睡一下就走的这种。它的评价其实蛮惨的，但是我后来看一下，它其实最近其实是被一个叫 BBH 的公司收购了，所以呢，我后面的评价还蛮不错，所以我就冒险来住住看，目前还感觉还不赖。这边看起来就像是那种老饭店，然后稍微整细一下，还蛮干净的，这样就够了。厕所还蛮小间的，其实就像旧的那种东横印啊，那种罐头式的浴厕。这间饭店有提供公共温泉池，不过它就只有一个池子，所以男生女生呢要轮流去分开时段使用。我一定没有办法进去里面拍给大家看，大概就是长这样，小小一个。这间是我们阿嬷的房间，是小双人床，就是140的床。很多房间所需要的备品呢，其实都可以在大厅这边自由取用。那你就选择你需要的，然后喜欢的，像沐浴乳啊、洗发精，其实都有好几种可以选择，我觉得还蛮贴心的。我们从饭店走出来就是商店街了，所以如果想要逛街吃饭的话，就非常的方便。我们来吃早餐啦，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很自制的饭店早餐，但是呢加上一点在地特色，像新细米啊、油豆腐这些，所以我们一早就可以吃到就是新系的有名的东西了。餐用完了，整体来说，我觉得菜色上不是太习惯，可是呢，喜欢的也有几样，那个几样真的还蛮好吃的。那我觉得整体来说，住宿这个价格有配早餐，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哦，如果这样的价钱在我家隔壁的话，我应该会吃饱它吧。好啦，我们这集新系旅游4天3夜终于告一段落啦。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留言讨论交流，大家拜拜啦。